大家好，我们呢继续，上一回呢我们讲了一下花苞，这回呢我们要演变从花苞到花头啊，逐步呢让你了解怎么去画花头。首先从花苞开始，我介绍一下今天的颜色，今天用的颜色呢就是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、花青，没有混合色啊，因为咱们现在是零基础阶段呢。大家先把这个几个基本的颜色啊，3、4种颜色的调和给它弄明白了，然后再加深。好，还是先说一遍控水。首先呢，我们把笔给它浸透之后，你用笔的时候最好是红色系、蓝色系啊，不要混。我这是红色系的笔，看即使没有洗干净，但是因为呢它是红色系的啊，也不会出现这个颜色混淆啊，影响这个画面感。好，给它浸泡透之后，刮几下，一般来说刮个5、7、6下就差不多。甩啊不低，使劲甩不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把这个玫瑰红给它从笔尖啊一直给它调在笔根处。如果你在调色的时候，感觉这个笔啊，这里边的水跟这个笔呢，你在调的时候，它就跟着跑啊，就是里边有水留存在这个盘子里边，那就说明你这个水大了啊。调色的这一步你就能感觉到啊。咱们可以看，我这呢没有水啊，这就调色，这是第一个判断。你怎么判断你的水大？你可能是初学者，感觉不到，怎么能水大？其实这就是一个判断，这样没有水流出来，这个水就不大啊，这样就正好。如果你感觉调色的时候啊调不动，发干发稠啊，那就说明水少了啊。现在这是这样的，是正好的，给它一点点的啊。咱们调色的基本步骤，咱们前面都讲了，我呢就稍微快一点调。咱们的视频呢是可以放慢的啊，咱们这个好啊，可以摁暂停。我说错了啊，咱们的视频可以摁暂停。如果你觉得跟不上，你就可以暂停啊，然后再细看回看一下，越到笔肚下面越浓一点，然后再把曙红从笔尖调在笔肚。再浓一点啊，也就加浓了，本身它就加浓了。再把胭脂调在笔尖的10毫米之内。这个调的时候要注意角度啊，咱们看一下，你调色的时候，我这样咱们就能看出来。你只调这个笔尖的10毫米之内的时候，你就只有笔尖10毫米之内在盘子上，其他地方都要离开盘子，不然的话这样糊上啊，你这个颜色就调脏了啊。一定要注意细节，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。调笔肚下面，笔肚上面的部分就要给它抬起来，离开盘子，免得弄脏了。调重色的时候更应该注意这一点。然后这个是花青啊，我们给它调在笔尖的5毫米之内。好，这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先滚笔画一个花瓣，先从花苞开始啊。我这个滚笔大约多大？你隔着屏幕可能不好判断啊。我告诉你，我这个滚笔呢，大约是1寸见方啊，也就是说3厘米左右。底下呢稍微窄一点，上面呢稍微宽一点啊。上面呢可能是3厘米多一点，底下呢3厘米稍微窄一点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笔尖再调一点花青，其他不用调啊，只需要调一点花青。下笔利索点，快一点，越利索越快啊，它越不容易阴。笔尖伸下去1厘米，快速的抬过来，到这面，这是从它1/3处起笔到这个1/3，到
从右侧1/3到左侧1/3，给它快速的滑动过去啊，走一个弧形啊。走这个弧形怎么走呢？我跟大家在另一个纸上示范一下啊，这是画面，咱就不破坏了。因为这个画面如果走慢了啊，这个它就会阴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这个具体示范。实际上呢，就是能看到吧？稍微抬高一点啊，这样的。实际上就是看啊，这么个走势。再跟我来啊，我再做一遍，因为咱们能回放。实际上我示范一遍呢，咱们来回回放就可以。压下去，走一个弧形，看，抬上去，就是这样的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因为我的视频呢要控制时长，不然的话呢，容量太大了就上传不上去。所以呢，我还要控制一下笔速啊，笔速太慢了就会影响时长啊。这是第一个花苞，然后左右这个是跟它平行，这个是上抬到它的一半处啊，起笔的一半处啊，这就是一个花苞了。要控制水分，慢了呢它就阴啊。所有的纸都是生宣，毕竟夹宣也是生宣。继续跟上面一样啊，这个滚笔我就不说了，这也是滚笔，然后笔尖稍微来点深色，划轻。还是重复前面的笔法，这个在它一半处啊，这个跟它对齐，这样啊，然后外边加一笔，往外拓一点啊，让它这个是笔尖冲外，然后你再提一笔，这样的话啊，这个层次就清楚了。我们还可以呢，把这个啊，给它变成2个花瓣，加上一笔，这又是一个花苞。我们逐渐呢，要把这个花苞呢变成花头，再加点颜色啊。这个水分控制呢，就是感觉笔有点干的时候，要及时补一点颜色，补颜色，补水分。补水怎么补呢？啊，我还是把这笔洗放跟前，咱们更能看清楚，是吧？它有点碍事，就是影响我运笔。好，再来，还是跟刚才一样啊，重复刚才动作。看，稍微有点干，看我这笔补水啊，这么补，少补一点，一定要注意控制水分啊。这个延伸一下，笔尖呢再来一点深色，笔尖一定要够深，然后还像刚才那样啊，这些给它补完了。下笔呢越利索啊，出来效果越好。这个有点没出来色阶，我们给它补一笔。然后外边来一笔，往外拓一笔，然后笔根补上去，越快啊，出来的效果越好啊！要注意笔速，咱们一再强调，一定要注意笔速，笔速上不来啊，效果就出不来。然后我们在它的上方啊，再来一笔，也是往外拓一点啊，给它留个空，然后笔尖冲底，斜着拉过去。再补一笔啊，这样的话，这个花苞啊就变成了一个小花头了，是不是？
底下可以再来一半啊，这就变成一个小花头了。我们在这个位置再来，还是少补一点水啊，要注意补水，比度吸水。如果你呢控制不好的话，你可以拿一个平盘里边放上水去补。还是要补点颜色。还像刚才那个顺序啊，我就不细说了。然后我把它拿一边去吧。好，我们再来一个小花头。笔尖要不断的去补重色。还是刚才那个动作，然后这面也是吸点水，补点水啊，笔尖稍补一点重色。然后底下像刚才一样啊，这就是跟刚才完全一样的。然后现在关键的时候啊，就是要添笔了。我们是把这一笔啊，给它压半笔抬上去，让它变成2个层次，顺势看在这上来一笔。这不就出现了一个里边出层次了吗？看啊，这面也是，这一笔呢给它变成翻瓣，直接外边补一笔啊，这个很关键啊，这块是怎么添的，很关键。然后我们再在它的外侧啊，在它的外侧，我们也再添一笔。啊，现在这个花头就变大了哈，是吧？底下这个可添可不添啊，觉得添上好看，行你就添上啊，整个就变成一个小花头了啊，花头越来越完善了。每一朵花我们这个步骤来了，但是每一步都单独成花啊，这就是咱们的特点。这一笔呢，可以给它我还拓一下啊，让它有个姿态，看。更翘一点啊，都可以。好，因为大家看到吸水啊，我还是把它拿近一点，吸一点水。我这回呢，笔里有颜色啊，我就不补别的颜色，只是笔尖补一点深色。花青、胭脂啊，都调在笔尖处，别地方不管了。好，我们画在这底下画。更大的，比它更大的，前面呢还是重复，补水呢没补到位，我们只需要笔尖补一点深色，还是啊跟刚才一样，把这些步骤都重复了。都是在重复刚才的步骤。不断的补，底下这块来一个花瓣啊，这块呢也是补一个花瓣。不一定我们跟这个前面画的完全一样
补水啊，补水要注意啊，千万不要补多了，要控制。补水适度，画出来花头才好看。然后关键来了，在这儿啊，把它提上去啊，然后直接窝过来，就变成2个花瓣了，对不对？上面补一笔，是吧？然后这面也是回窝一笔，这里边花心就变大了啊，这就变成2个花瓣了。然后这一笔呢，可以挑出去啊，让它变得张扬一点。然后我们在它的外边啊，再画一个花瓣。这就是不断的拓展啊，让它单独还成花头。另外呢，笔法跟前面还重复，这样呢，实际上是加大了我的难度，但是能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啊。这块也是补一个，补一半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该画下面的啊，这块也是补笔，吸点水变淡，下面直接拓展。可以了啊，这个呢花瓣就变，是不是张扬了啊，大方了？这块稍微来一半，左右不对称。好，我们来最后一步，彻底给它变成大花头。这回呢，前面下笔还一样，但是啊，笔法的大小做一个调整。什么样的调整呢？咱们看一下啊。补完水之后，我可以稍微让它水大一点，因为我们要画一个大一点的花瓣啊，前面的花瓣，所以你要适度控制这个水分。这个花瓣呢，我们给它变成中间这个花瓣啊，我们给它变成2笔，花瓣就变大了。原理是一样的。然后切啊，顺序基本上差不多啊，花瓣的笔法变大，花头就大了，是吧？在它这个啊2笔这个交接处切一笔，然后贴这个是一样的啊，这面呢外边贴瓣啊，我还拓一笔。这些都一样，我为什么非得这么画呢？就会让大家更明白啊，这样容易记。你能知道这个一个花苞到花头演变怎么来的啊？我们继续呢，来点花青，好，给它挑上去，外边补一笔，让它变成2个花瓣。这是切一下啊，这块也可以切，这不花瓣就变成2个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在这个上面啊，还可以再添一笔，外边继续延伸啊。现在这样的话，我们只需别的地方可以先不添啊，这添上也行。这都是前面重复的，然后这面不跟它重复了啊，这个就变成从这一步独立到这儿，然后花瓣加大，直接我们给它变成大的花瓣花头啊。吸水变浅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一个大大方方的花头就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前面这块瓣都小啊，后边呢就来点大花瓣，这也是。
有干湿，有浓淡啊，就是吸水啊，没有我这水在旁边能看到，我没有调色，我只是吸水就把这个花头就画完了啊，这就是颜色有变化了，就看上去更耐看了，是吧？好，然后咱们点蕊，为了让大家能看得清楚，点蕊呢，咱们也给它挪近啊，放大，然后我慢一点，来调整一下角度。压住啊！我点蕊呢，我就是把笔，看把笔给它浸泡透啊，然后刮几下，里边不带水分，笔里不带水分，然后我这个调的色里边其实就带水分了啊，我这个没有加水啊，但是藤黄和太白里边实际上颜料里边就含水分，我调好之后就是这样的。也比较稀。好，你蘸满笔之后啊，稍微刮几下，别让它笔里边含的这个颜料太多了，太少也不行，但也不能太多，还是这样的，稍微这样调整一下，不然的话这个角度啊，咱们看的会不清楚，会受影响。尽量呢不让我手挡住，压低一点。压低点，变成侧方向，这样能强点。好，它是长锋啊，长锋型笔。什么是长锋？就把笔尖窝进去，看啊，就这样的，然后大小点结合。这是小花头啊，不需要太多。这是一组吧，2组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第二个呢，花头呢稍微大一点啊，我们就给它补色啊，这边上就有，补点色就行，补色也要适度。为了让它这个点立起来呢，你既要控制水分啊，不要太稀，但又不能太浓，太浓拉不动笔。好，这个我们还是大点啊，这是一组。大小点结合，有疏有密，有远近啊，然后上面这就行了。第3组，我挪一下镜头，就为了让咱们看得更清楚啊。好，也是。这是一组，这组呢可以改变一下方向啊，看有包心的态势，就是你给它画出来高低错落，它就好看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一组。大小点结合也是啊，然后我也是给它改变一下方向啊，让它有个包心的感觉。一会儿呢，我会挨个啊给大家近距离看一看这个点蕊，就是点完蕊之后应该是什么样。啊，这也是一组，然后注意啊，点蕊呢，我教线下的时候我就发现咱们有个毛病，就是每一笔啊都比较稀，挨不上，该挨着啊，该有近就得近点，不能点的太均匀。这是一组。下一组呢，让大一点，
2组，外边来点参差啊就行了。然后呢，咱们近距离看一下，就是这个蕊啊，近距离的看一下。啊，每一组啊，每一个蕊就应该像画一样啊，有高低错落啊，有长短不齐，有疏密，有远近啊，就是这样的啊。而且呢，分组呢也能看出来。好，调整一下镜头。啊，咱们点一下雌蕊，雌蕊呢就比较简单了。只要你点不太中心就可以啊，把这个擦一下子再点。点个点就行。好，这几个花头呢就画完了啊，咱们看一下，是不是点上蕊之后就精神很多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结构给它完善。我再拿一个盘子。我再拿一个盘子，然后呢，我放在上面啊，为了让大家看清楚，其实放在画面上是很不好的。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啊，然后挤点花青，我们给它舀点水啊，让它变得稀一点，舀点水，太稀了还不行啊，这个水分也要控制。看一下啊，这样差不多，既不能太稀啊，也不能呢太干，太干拉不动笔还不润，太稀了呢它就会阴。生宣就是这样的，水分要控制在正好，叶子也要控制水分，但是叶子我们调色呢会把这个水分啊挤在颜料里，花头不行，花头你要那么整就完了，画不了了。好，现在呢是给它稍微稀释之后，然后我们要调点墨加深，这样画的花头才好看啊。要调点墨，宁深勿浅啊。这个原则呢是什么？宁深勿浅。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咱们有的学员学完课程之后啊，说的我当时画完挺深的，然后一干了就不好看了，画完之后挺新鲜的，干了之后就不新鲜了。对，干了之后都会浅一层。我跟大家打个比方，比方说你把那个衣服啊扔在水里之后，是不是它一下就变深了？我们这个颜料你当时看的啊，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颜料你当时看了之后，你刚挤出来的颜料是这个颜色，是吧？都很新鲜。干透了之后你就这样放着，干透之后你看它是什么颜色，它就应该是干了之后的颜色才对啊。这个湿的时候这个颜色它是失真的，因为里边有水分，颜色都会深。你现在看这个胭脂很深，干了之后它就发白啊，这是正常的啊。所有的颜色干了之后呢都发浅，所以咱们呢不要觉得哎呀是不是我这个调色有问题干啥的啊？这个是有一定的关系，所以你调色的时候尽量给它变深。我这个也是，你看的挺深，其实干了之后它就不那么深了。所以我们在调墨的时候，尽量呢把这个花青给它变得深一些，这样干了之后呢，它就会浅一半差不多啊。然后头绿，关键这个头绿你去怎么用它？我发现很多人呢，他给它调进去了，调进去这头里有矿物质，干了之后会怎么样？发灰
啊，发灰发旧，反倒不好看了。然后我们再挤点胭脂，感觉这个颜色不够深啊，可以再加一点，再调一点墨。其实呢，你这样调到什么程度，跟大家说一下，看不清有蓝色就对了，就是有点藏青色还深点就对了啊。然后刮一下，一定要把这个颜色啊基础色调满笔之后，给它刮一刮，笔根儿到笔肚调什么，给它蘸啊蘸上就行了，千万不要给它调进去啊，这样是蘸的，不是揉进去的啊。咱们要注意这个，这是重点。然后笔尖再调胭脂，好，我们现在来画1笔、2笔、3笔、4笔、5笔。啊，这5笔呢，这一个花苞就出来了。还可以呢，我爱这样一笔啊，然后上一笔，下一笔，4笔、5笔、6笔啊，这边还可以这样来一笔。为了让它翘，点个点儿都行，只要你画出来它的这个妩媚妖娆就可以。这个呢，也是可以大一点笔。收一笔，这就行了啊。然后上边可以给它提上去啊，就是有变化啊，跟它们之间有个变化。好，我们再来花托啊，可以画浅色的，但是我是提倡呢，花托稍微重一点。它的好处是什么？就是能托住花，显得花更艳，显得画面更明亮。再来一点，啊，正齿没压住，串了啊。我这个先画了这么一笔啊，大一点，然后这是3笔就出来了。外边给它探出一笔，行了，这几个就变成一个花托了。在这儿啊，再深一笔，然后上面可以在这儿出来的，这也是啊，可以在右侧这个位置啊出来一个小笔，就是用这个叶子来托这个花，是吧？底下这2个呢是大的花头啊，这个没地方画枝干，我就叶子呢也得画大一点啊。我把笔尖呢再调点胭脂啊，这来2笔，然后啊，让它这个底下叶子稍微多一点，因为这个花头呢大了。这个呢是表示这个有花瓣往下耷了，我们呢就得把这个花瓣给它跃出来啊，因为底下靠边了啊，我就吸了一点水，一样啊，叶子也得补水，笔干了你就补一下。啊，然后把这挤出来，把它跃出来。你还可以在这来一个小叶，都行啊。这个你就是看情况，然后外边来一个大点的叶子，
这就可以了。底下呢，我们就不画其他结构了，画不出来。然后我们来把这个枝干画一下。枝干呢，我们就是连上它这个芽苞就行啊，花苞就行。笔尖就是调一点胭脂啊，就蘸点胭脂，不用给它调进去，你就直接蘸上就行。然后画，水有点大，这个不能水大啊，水大也不行。你呢，要把它这个下笔要果断一点。这个我给它上这面来。外边再来一笔，行啊，这个几个花苞呢啊，就枝干叶子就给它连上上。行，连上之后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这样的叶子啊勾上叶筋，像这样的小叶子啊，就这样小叶子不勾，大叶子勾一下，就不用都勾啊，因为它比较重，我们用浓墨来勾。这个我们把地吧去，枝干也给它连一下。大概连一下就行啊，有这么个意思。这个就不连了，没地方。然后用浓墨勾一下叶筋，像这样的啊，可以勾一下。这个勾叶筋呢，其实你就是先来一个中间的线啊，然后一般的来说就一边2个或者1个，就是这样的，不能勾的太满太多啊。行了，底下这个勾一下，像这样小叶子不勾了啊，其他的就不用勾了啊。这是从花苞一直到花头啊，这个花头就够大了，画小品就够用了，是吧？基本上就是这样的。感觉呢这块没有处理好啊，可以给它再添一笔。你可以用点儿来表示它的结构复杂，看一下添这几笔啊，就成这样的了，显得它结构比较复杂，然后有枝叶啊伸上去挡住这个花头。好，咱们这节课呢就上到这里。